越南曾拒绝中方，找日本修建高铁，而现在越南交通部长的访华，恐怕就是后悔当初的选择了。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今年年初，越南政府再次向日本提出了协助建设越南高铁的请求，而越南此前已经接连2次拒绝了中国高铁。当然，早期越南拒绝中国高铁是认为中国的高铁在技术上和日本有不少差距，还有政治因素影响。早在2010年代，越南的亲美派总理阮敬永就与日本敲定建设越南高铁，并且签订备忘录，并力主排除中国高铁项目。阮敬永被视为越南政坛知名的反华派和少壮派，力推与日本进行合作。结果他的提案被越南国会否决了，原因就是高铁整个项目计划预计要耗资560多亿美元，越南政府根本付不起，最后就不得不搁置下来。不过在2023年1月，越南为了实现高铁梦，第2次向日本提出协助其高铁建设的请求。此次高铁项目更是耗资648亿美元。当然，现在越南的经济实力要比13年前强得很多，但即便如此，越南方面还要继续希望日本银行支持，也就是希望在资金方面日方能够提供帮助。但是日方显然不愿意在资金方面对越南进行进一步的让步。因此在指望日本失败后，越南现在又后悔了，这次他们直接找上了中国。根据上周官方消息，越南交通运输部部长阮文胜罕见来华访问，我国交通运输部部长与他进行会见，中方表示愿意积极推进双方在铁路、界河桥梁等交通运输各领域交流合作。而阮文胜则特地指出，高度重视并希望中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铁路、公路、航运、民航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所以从越南交通部长访华的表态和结合越南在高铁建设遇到的问题来看，很显然已经不再指望日本，并且寄希望于中国了。总而言之，高铁对于越南今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越南毕竟处处以中国为师，看到中国这么多年的高铁建设和高铁在中国发挥的一系列积极作用，可谓是心知肚明。越南要建设的南北高铁对越南的意义更大，因为越南的国土结构就是一个非常狭长的长条，它的最北端是越南的政治中心首都河内，而最南端则是越南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胡志明市，需要高铁加强连接。那么越南南北高铁的建设将促进越南南北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通过高速铁路的连接，南北地区之间的贸易、人员流动和投资活动将更加便捷，促进经济发展的均衡和互补，这有助于减少南北地区的发展差距，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总而言之，南北高铁对越南的意义也超出经济意义，它也是促进越南各区域发展、加强国家一体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举措。通过南北高铁的建设，越南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在周边国家的竞争力和地位。而目前除了靠不住的日本，全世界也就是中国能够帮助越南建设高铁了。中国的高铁在全世界都是闻名的，而且2021年中老铁路建设完成，也让越南感受到了邻国因为这条铁路受到了多少经济上的加持。这条铁路总长400多千米，在铁路开通后，货物运输成本降低了约20%至40%，货物运输量增强286%，极大地促进了老挝经济的发展。以中国的基建能力，要为越南建设高铁，可以说难度是较低的。中国的高铁建设是通过这些年在中国建设数万公里高铁里程一步步磨练出来的。越南沿海地区平原多，这有利于高铁的建设。现在中国的高铁技术水平也比日本要强，已经全面反超压制日本了。比如说，此前日本和越南达成的高铁备忘录中，日本的高铁速度只有200千米每小时，这个速度放到中国来说，根本就达不到高铁的标准。
中国内地的高铁速度最低都要250千米每小时，快的更是350千米每小时。总而言之，中国有能力为越南修建成本更低、技术水平更高的先进高铁。但是对于越南而言，如真的有心，当然也得拿出足够的诚意，不然也不要指望中国能够心甘情愿地协助为其建设高铁。